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以色列战时内阁会议已经决定将对伊朗展开反击行动，以回应其在4月13号夜间对以色列发动的导弹袭击。仅6天后，当地时间4月19号凌晨，伊朗境内的多处军事目标突然遭到导弹袭击。今天大兵就来详细聊一聊以色列的反击以及伊朗的回应。2024年4月13号，当地时间周六夜里，伊朗革命卫队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了以色列境内的多个目标，作为对以色列4月1号袭击的报复。这次大规模导弹空袭，伊朗总共向以色列本土发射了约350枚火箭弹，其中包括170架无人机、30多枚巡航导弹以及120多枚弹道导弹。但根据以色列军方和白宫的报道，170架无人机已全部拦截并摧毁，30枚巡航导弹成功拦截了25枚，120多枚的弹道导弹仅有4枚成功突破了以军的防空系统，对以色列的几处空军基地造成轻微损坏，但并未造成人员和战机的损失。这次袭击的绝大多数导弹都被成功拦截，拦截成功率高达98%。且内瓦蒂姆空军基地即便在遭到攻击之后，也依然保持正常运作状态。以色列空军的3个 F-35I 战斗机中队在完成拦截任务之后，依然返回该基地降落，显示出基地的主要功能保持完好。此外，美国海军、英国空军和约旦空军也参与了这次拦截行动。随后，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发表声明称，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进行的合法自卫行动，这件事情可以视为已经结束，但如果以色列再犯错误，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严厉。4月17号，以色列战时内阁结束了第5次会议，该会议旨在审议对伊朗袭击的反击行动。目前，以色列方面并未公布任何有关反击行动的具体内容和时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位以色列高级政府官员和美国情报机构人士透露，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报复行动将十分有限。该官员还指出，以色列尚未就其计划或时间向美国及其周边国家发出正式警告。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莱西则强硬表示，任何损害伊朗利益的行动，无论多么小，都将遭到伊朗最严厉、广泛和痛苦的回应，并强调，如果伊朗遭到以色列的报复袭击，将会展开针对以色列更强有力的行动。4月17号，在伊朗袭击发生几天后呢，以色列参谋长齐尔赫·哈勒维在参观第136防空营时，就向媒体暗示，对伊朗的回应不会很快发生，而且很可能要等到4月30号逾越节结束之后了，并且在对官兵们的讲话中表示，至少让公民们在逾越节时能过上正常安稳的生活。仅在1天后，赫尔奇·哈勒维中将在4月18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在4月30号逾越节结束前，以色列方面都不会考虑对伊朗进行回击。而在国际上，美国方面也在敦促以色列应当保持冷静和克制，防止中东地区的暴力进一步升级。英国外交大臣戴维·卡梅伦也告诉记者，英国不支持以色列的报复性袭击。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巴黎正在试图说服以色列不要使局势升级。此外，还有奥地利、德国等也公开表示不希望局势升级，以及对中东局势的担忧。那么双方到底有没有打算将局势再次升级呢？首先，从军事角度出发，由于两国之间隔着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因此正常的地面部队作战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全世界也只有美国拥有大规模远程投送作战兵力的能力。即使是号称世界第2的俄罗斯，也只有远程进入乌克兰而没有回来的能力。所以，以色列和伊朗之间采取地面作战并不现实。那么既然地面作战行不通，那么海上作战又是什么情况呢？然而两国之间海上作战同样是难以实现，美军在这一带的航母战斗群足以阻止伊朗的任何舰艇行动，所以即便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也必然是在空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对方进行打击。而伊朗方面呢，也一定不会派出空军与以色列进行交战。原因很简单，伊朗空军拥有的现役装备还都是上世纪的 F4、F5 战机以及少量的 F14和米格29。
使用这些老古董想要击败装备有 F-35、F-16、F-15 的以色列空军，大兵也只能给伊朗递一个枕头了，毕竟梦里是什么都有。不过伊朗手中呢也并非没有王牌，伊朗号称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导弹生产商，拥有超过3000枚各种类型的导弹，射程从200公里到2000公里不等。此外，伊朗还是无人机的生产大国，并且经过了俄乌战争2年多的实战检验，无人机加导弹的攻击方式被证实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各国的防御系统。伊朗目前拥有数十余种各类无人机，而且都处于持续改进的阶段，所以伊朗呢还是有一定实力给以色列造成不小麻烦的。那么双方真的要扩大战争吗？答案显而易见，其实并不是。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冲突，伊朗想要的只是想在中东地区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从而拉拢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根据伊朗动用的无人机和导弹数量以及最终打击的效果来看，伊朗此次的反击并没有摧毁任何以色列的高价值目标，而且在袭击发生的同时，伊朗就通过联合国向世界表示自己的反击已经结束了，不会再有后续的行动，并且在14、15、16、17、18连续5天多次强调袭击已经结束。伊朗的用意呢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向外界传达消息，表示并不想进一步扩大冲突。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也有朋友要问了，既然不想扩大冲突，当初直接默不作声息事宁人不就好了吗？但话又说回来，任何一个合法政府也都有保护公民生命安全的义务，如果在本国公民生命受到威胁后仍然无动于衷，也会对其统治地位造成负面影响。所以哈梅内伊必须对袭击做出回应，否则伊朗国内的舆论将会发生动摇。从哈梅内伊的角度来说，起码他要考虑自己的政权。谁都清楚，一旦伊朗发生混乱，伊朗内部的各个势力都会趁机发难，从而给伊朗的当权者造成巨大的影响。对于这些来说呢，自己的执政地位永远是首先考虑的因素。普京如此，哈梅内伊也是如此。在长达10天的时间里，各国媒体都在不断渲染伊朗将会对以色列展开行动，氛围都已经被炒到这个程度了。假设伊朗还把头埋在沙子里不为所动，哈梅内伊是很难说得过去的。最终伊朗还是动手了，但基于伊朗不愿意扩大局势的心态，所以伊朗仅向以色列发射了350多枚导弹和无人机，更多的只是象征性的。而根据媒体透露，伊朗在袭击前72小时就已经通过电话方式告知了美国总统拜登以及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其实呢，这就是通过他们将消息来转告给以色列。有些朋友可能会认为，要打就打，出其不意才能取得优势，提前告诉别人，不都暴露了吗？其实在国际关系中，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军事行动都涉及到周边地区行动时会提前打电话或者照会的方式通知对方，以避免两国国家产生误判，从而发生不必要的事件。而通过电话告知对方也是表达事情可控的一种方式。这次空袭的绝大多数武器其实都是被拦截了，以色列也没有受到什么像样的损失。但问题在于，并不是以色列自己把这些所有武器完美的几乎全部拦截下来的。假如失去了美国、英国、法国以及约旦和沙特等国的从旁协助，单靠以色列自己能不能达成如此理想的防御效果，还是一个未知数。经此一役，相信以色列和他的盟友以及周边国家应该都心中有数。而且伊朗在这次空袭中表明了，假如他愿意的话，还可以组织规模更大的类似袭击。他的导弹和无人机武器库里当然不是只有这点玩意儿，以色列的盟友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守在他周围。可以说，伊朗利用这次报复性空袭向以色列传递了上述信息，这便是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空袭过后就表示，这次袭击可以被视为已经结束的旋击。而以色列人想必也都一一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了。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伊朗已经把话递到了，但是以色列人能不能听得进去还是个未知数。毕竟国家遭受如此大规模的空袭，尽管没有造成什么实际损失，但也非同小可呀。这必然会使得以色列人埋藏在内心深处的那种生存危机意识再次浮现。假如按照以色列以前一贯的行事风格，他是会做出回应的。从以上出发点来考察呢，以色列所考虑的是自身及地区利益，而美国所考虑的则是全球利益，两者只有部分重合，在很大程度上都不一致。
在美国的全球化视野中呢，肯定是不希望冲突扩大化的，因为这个方向目前不是美国的主要战略侧重点。因此，美国总统拜登才会在空袭后呢，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表示，以色列应当将伊朗的空袭视为以色列的胜利，伊朗的失败。在这次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报复性空袭中，我们可以看到，约旦是仍然站在了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上，不仅向以色列空军开放领空实施拦截作战行动，而且约旦皇家空军也对侵犯其领空的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进行了主动拦截。如今伊朗人呢已经打出了手里的牌了，并且将信息传递给以色列方面了，现在轮到以色列人出牌了。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